整整7夜，都是同一个噩梦，那不是吗？今夜他又来了。二小姐，您做噩梦了吗？没事，你去睡吧。我与姐姐已经被陛下指婚太子，说这种事情传出去，死的不只是我，还有整个凤家。巧儿，第7夜了，小凤凰，我们的契约即将完成。你以为你还能逃得掉？记住，阴间鬼太子苍鸟，很快咱们会正式见面。鬼太子苍云，阴间的太子为何要来到阳间？他究竟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叶离，你怎么还在睡？快起来！太子殿下来往，点名要见你。太子，不能慌，凤家满门的性命都系在我们姐妹身上，越是绝境，越要冷静。你的脸色比纸还白，到底怎么了？把水拿开。姐姐，谁？是哪个干的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知道，这又是什么？我们的契约即将完成。这是……大小姐、二小姐，太子殿下已到前厅，夫人催您二位速速过去。知道了，看猎物也不必这么心急了。先遮住这些痕迹。太子突然来访，必有蹊跷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姐姐都会保护你。凤二小姐，姑听闻你近日身体不适，特意带了些补品来。殿下厚爱，小女不过是偶感风寒。大婚将至，二位姑娘都要保重身体。至于正妃与侧妃之位，姑觉得等大婚当日再定夺才有趣。凤凰谁主，总要试试，才知道哪只更配气郁梧桐。这种寒意，苍苗来了！他碰了你哪里？殿下请自重，家妹体弱，受不得惊吓。凤大小姐护妹心切，姑甚是欣赏。不过，有些事情可不是你能拦得住的。他果然知道些什么。听见了吗？谁也救不了你。不能失态，否则他们只会把我当成疯子，甚至坐实双凤噬龙的预言。双凤噬龙，凤家双叔将吞噬大周龙旗，杀了！陛下为何改变主意？陛下监正与太子商议了一夜，为夫贵不得他们谈了什么，至少眼下对凤家是件好事。前面是笑里藏刀的人间太子，身后是暴怒索命的鬼太子。为了凤家，我必须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殿下，你我尚未大婚，不该如此迂许。若传出去，恐怕有损东宫清誉。凤大小姐教训的是，距离大婚不过2个月，姑等得起。凤二小姐若觉得冷，夜里记得多添一床被子。没事了，他走了。今日你也看见了，周旋境绝非善类，什么温润谦和，不过是披着人皮的豺狼。真正让皇帝忌惮的是舅舅萧策，他手握20万北境边勋，是大周的柱石，
也是悬在龙椅旁的利剑。那道赐婚圣旨究竟打的什么主意？我如今身负鬼气，入宫是死，抗旨便是诛九族。姐姐，我该怎么办？告诉我，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那个人是谁？不是人，是鬼。鬼？鬼太子苍冥，他与我之间已经完成了契约。今早醒来，这道纹路便出现了。阴阳药义曾记载，300年前，景阳公主曾与阴间鬼王联姻，以活人命格承接鬼域血脉，镇守大金国运。所以周玄静说天床被子，他早就知道苍冥的存在。听着，苍冥若只想取你性命，根本不必等到第7夜。他反复纠缠，说明你身上有他需要的东西。只要有所求，便不是死局。既然是买卖，就能谈条件。今夜，姐姐陪你。不行，我已经被鬼气缠上，不能再把姐姐也拖进来。舅舅教我习武时说过，战场上只有活下来的人，才有资格谈清白与尊严。姐姐，若打不过，不要硬拼，我对他还有用，他暂时不会取我性命。苍苗，我知道你来了，有本事现身，藏头藏尾，算什么鬼太子？怎么，昨夜还怕得发抖，今夜便敢直呼本太子名讳？鬼域太子，你纠缠我妹妹，究竟图谋什么？图谋什么？自然是图你妹妹这副怕得要死，却还有强装镇定的模样。你无耻！本太子还有更无耻，比如让你姐姐亲眼看看你是如何向本太子屈服的。住口！找死！姐姐，你护着她，她是我姐姐。愚蠢的蝼蚁，总喜欢做无谓的牺牲。阴阳界各有规矩。苍苗，你的手伸得太长了。哼，你来倒是及时。阴阳有别，鬼入阳室，不得擅伤人命。这个规矩，你应该比姑更清楚。苍眠，阳间太子擅闯闺阁，阴间太子纠缠未嫁女，你们倒是般配的很，都是无耻之徒。凤大小姐这张嘴当真锋利，若姑不来，怎知爱妃伤得这般重？周玄纪，你我的交易里不包含多管闲事。交易？太子殿下当真道貌岸然，竟拿自己的未婚妻当筹码。滚开！姐姐小心！凤大小姐的剑法，姑10岁时就会破了。姐姐，放心，姑最是怜香惜玉，不像某些下次不准伤我的人。你们的交易是什么？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本太子想要什么，你体验的不是很清楚。你再碰我一下，我就咬折自己。你敢？试试看，反正横竖都是死。你以为死了就能解脱？至少能让你功亏一篑。有意思，平日里装的跟兔子，越看越觉得新鲜，咬起人来倒像只野猫。知道了。
你越是这样，本太子就越想弄哭你。既然你要活着的我，那不妨谈谈条件。说吧，小凤凰，想谈什么条件？我到底有何特殊？为何非我不可？你的命格至阴至纯，只有你能承载本太子之血脉。你要我给你生孩子？好，我同意，但有条件。说来听听。第一，保我凤家满门周全，无论将来朝局如何动荡，凤家必须安然无恙。可以，区区凡人家族，本太子还不放在眼里。第二，你不可以再粗暴对我，在确认有孕之后，到孩子出生之前，你不得再碰我。我要一个清静的孕期。小凤凰，你贪心了，本太子凭什么答应？凭我能让你省去很多麻烦。一个主动配合的人，一个愿意调养身体的。有点意思。最后一个条件呢？第三，孩子出生后，你把孩子带走。你我之间恩怨两清，永不相见。永不相见。本太子的东西用完就想扔，你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？最后一个条件，要看鬼胎的质量，若质量不好，还得再生。我定会养好鬼胎，你答不答应？你以为本太子稀罕留你？待鬼胎降世，你求着要见，本太子都懒得瞧你。不过你的身体，你的魂魄，永远只属于本太子。哪怕本太子不要你了，若让旁人碰你，成交。这张嘴骂人的时候倒是伶俐。妈呀，怎么不继续骂本宫无耻了？我们来日方长。昨夜不是挺能逞强吗？本太子今夜再来。周玄静，叶离，二小姐呢？二小姐在房里歇着。今早奴婢去伺候时，二小姐房门紧闭，说身子不适，不让任何人进去。叶离，姐姐，我没事，你先别进来。姐姐，我没事，真的。这就没事儿。姐姐，我和鬼太子做了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我答应替他孕育鬼胎，他答应事成之后还我自由。那苍眠太强了，他真要强迫，我们确实防不住。若他能对你动真感情，姐姐莫不是话本看多了，指望恶鬼动情，还不如趁自己有用，想办法多谈点条件。咦，姐姐的唇怎么破了？许是上火了。圣旨到，凤氏有女德才兼备，温婉贤淑，云昭叶离违背大婚，特召凤氏云昭叶离即刻入宫，由教习嬷嬷教导大婚礼仪，以彰皇家厚恩。钦此。丞相大人，接旨吧。臣领旨。不可以！夫人，丞相大人，夫人，还请快些，宫里的马车候着呢，半个时辰后就要启程了。云昭、叶林，随为父来书房。听着，这道圣旨是太子殿下早朝时向陛下求的。你们入宫，名为教习礼仪，实为质子。到了宫里，不要信任何人，包括那些对你们笑脸相迎的宫人。叶离，你性子柔，凡事多听姐姐的。记住，在宫里活下去，比任何事都重要。清白、尊严，那些东西，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谈。军心似海，深不可测。你们要做的就是熬，熬到你们舅舅，熬到时局有变的那一天。
昭儿，此钗中空，尾端锋利，可防身。夜里，这里面是安神的药材，你自幼体弱，夜里睡不安稳，带着它。父亲、母亲，女儿去了。无耻！二位姑娘，请吧。奴婢严氏，奉皇后娘娘之命，自今日起教导二位姑娘宫中礼仪。入了这血芳院，二位姑娘便不再是丞相府的金枝玉叶，而是太子殿下的储妃。在这里，规矩就是天。奴婢的一切教导，皆出自皇后娘娘懿旨。二位姑娘是聪明人，当知何为顺，何为逆。顺者或可得一线生机，逆则是自寻死路。有劳嬷嬷教诲，我姐妹二人定当谨记。奴婢春堂，奴婢秋玲。自今日起，春堂伺候二姑娘，秋玲伺候大姑娘。有任何需求，只管吩咐。东厢房归二姑娘，西厢房归大姑娘。明日卯时，老奴前来教习宫中礼仪。姑娘瞧，这房里的东西都是内务府新拨来的，皇后娘娘仁德，对二位姑娘着实看重。奴婢瞧姑娘面色苍白，许是舟车劳顿，待会儿奴婢去提些热水，姑娘泡个澡，夜里也能睡得安分些。有劳了。沈皇后不是周玄玉的生母，她的亲生儿子周景成早已与东宫势同水火。若叶熙的秘密落到皇后手里，毁掉的不只是叶熙和凤家。姑娘，水温正好，奴婢伺候您更衣沐浴吧。不必了，我不惯人贴身伺候，你出去吧。宫里不比府中，万事都有规矩，若奴婢伺候不周，是要挨板子的。我说了，不惯人伺候。还是你觉得这细芳院，你比我这个主子说话更管用？奴婢不敢。奴婢替姑娘添些百花露。姑娘小心！姑娘，您身上这是？前几日受了风寒，姐姐为我刮痧，手法重了些。这痕迹若传出去，恐怕有损姑娘清誉。我的清誉，轮不到一个奴婢操心。滚出去！是。刮痧的说辞只能糊弄一时，春堂一定会去跟皇后告密。周玄静、苍明，既然你们拿我当做筹码，这场风波，你们一个都别想置身事外。这么快就进入角色了，本太子还没开始教，你倒自己学上了。既然来了，不如教教我，这书里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？怎么，小凤凰想学怎么伺候本太子？春堂已经起疑，皇后的人随时会来验身。我既已答应交易，自然要学些本事，免得让你失望。看来申公确实养人，才一日功夫便学会投怀送抱了。明明怕得厉害，却偏要装出乖顺的模样。本太子分明没有心跳，为何会因他的靠近而躁动？这股暖意竟能渗进本太子死寂的魂魄，让人想将他撕碎，又想将他永远困在身边。春堂已经发现我身上的痕迹，若皇后派人验身，我该如何应对？原来是为了这个，难怪今晚这般乖顺。放心，周玄景会处理。他既然答应让鬼胎降生，自然会保你周全。事情问完了，便想走。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。可你方才说过，不想让本太子失望。既然学了规矩，便让本太子检验一下成效。这里是宫里，会被人听见。有本太子的结界，谁能听见？宫闱之地，首重规矩，行立坐卧言笑皆有法度，一步错便可能牵连整个家族。凤大小姐，请。凤二小姐，请。心浮气躁，下盘不稳，站稳了，
再来。嬷嬷教训的是，夜离愚钝，定会加倍练习。妹妹自幼体弱，前几日又受了风寒，至今未愈。宫中规矩虽严，却也讲究体恤。若伤了根本，日后如何为皇室开枝散叶？这个责任，嬷嬷担得起吗？姐姐，是灵儿没用，连累姐姐为我争辩。嬷嬷也是按规矩教导，我再试试。罢了，今日先练到这里。但规矩不可废，若明日再无进行，嬷嬷方才那一下若打实了，妹妹明日恐怕连床都下不来。嬷嬷的教导，我会替她记下。待妹妹身体恢复，我亲自督促。好，那老奴便等着看凤儿小姐的敬业。殿下，殿下今日怎么回来的这般晚？你很闲？不敢，属下已重新核查凤叶离的命格。此命格万中无一，魂体至阴至纯，是承载鬼胎的绝佳容器。其血肉还能反哺鬼胎，令子嗣生而通明，根基远超常人。九婴绝脉100年一现，300年前与鬼剧和亲的大周公主也是此命格。本太子寻找合适的母体近100年，手下翻遍阴阳两界，始终一无所获。偏偏双凤侍龙的流言刚传出，周玄静便主动将凤野牢送到本太子面前。巧合太多，便是预谋。殿下，17年前8大鬼王的动向已有帷幕。说，那年7月15，鬼门大开，确实有鬼王潜入阳间。罗刹王、夜叉王和修罗王都曾去过人间。殿下为何突然查此事？人间太子擅闯鬼域，是想提前体验死后的日子。凤家二小姐凤叶离，九阴绝脉，这个礼物，鬼太子可还满意？寻觅100年而不得的人，竟被一个凡人轻易送到本太子面前。条件，我会迎娶凤家姐妹，你可以对凤叶罗做任何你想做的事，但凤云昭，你碰不得。双凤侍龙，皇帝要杀他们，堂堂东宫太子，却冒险与虎谋皮，不为江山社稷，只为救一个女人。我会保护凤叶离，让她名正言顺诞下鬼胎。作为交换，你替我查一件事。什么事？17年前，有鬼王潜入阳间，我要你查出是谁杀害了我的母后，凶手就在8大鬼王之中。一个完美的鬼胎容器，再加一个清理门户、打压其他鬼王的机会，这笔交易稳赚不赔。成交。奴婢为凤儿姑娘更衣时，看见她颈间遍布青紫指痕，绝不是刮痧。你确定？奴婢不敢妄言。还未入东宫，便先学会偷人了。明日去沁芳院，好好为凤儿姑娘验身，要当着所有人的面验仔细些。老奴遵旨。若凤叶离当真失真，周玄静便只有2条路：亲手处置未婚妻，与凤家反目，或者认下丑闻，令陛下更加厌弃他。无论他如何选择，东宫都要付出代价。陛下这些年在人前恩宠太子，父慈子孝，做得无可挑剔。可每当无人时提起周玄静，陛下的眼神分明像是在看一个必须除去的患。生于皇家，哪有什么真正的恩宠？奉皇后娘娘懿旨，为凤儿姑娘验明正身。我妹妹的清白，还轮不到奴婢来验。凤大小姐，今日若验不出清白，你们姐妹全尸都留不下。放肆！谁敢碰我妹妹一下，血溅此庭！来人，按住她！我凤家女儿，见是死，也绝不受此屈辱。一定要验吗？老奴奉的是皇后懿旨。那能否请太子殿下前来？请太子？嬷嬷手中的圆帕本是新婚之夜所用，理应由殿下亲自验才是。还不快去请太子殿下？难道殿下不配为自己的妃嫔验明正身？殿下，是否进去？不急，再等等。一个拔簪拼命，一个借刀杀人，倒是配合得很好。来人！凤大小姐抗旨不遵，
凤二小姐妖言惑众，一并押往未央宫。姐姐，不必了，我跟他们去。这么热闹，原来是皇后的人，替姑管教妃子。殿下，谁欺负你了？他们说离儿不清白，还要为离儿验身。是姑不好，那日梦郎了。殿下，老奴奉的是皇后娘娘懿旨。嬷嬷说的可是这个理？一个奴才也配验姑的女人？姑的人，姑已经验过。回去告诉皇后，夜里当心。姑的人，姑已经验过了。殿下，周玄进说凤叶离是他的人。殿下息怒，那周玄进只是做戏给皇后看，他肯定不敢真碰凤二姑娘。1个时辰前，有鬼差经过西方院，亲眼看见周玄出面解围，消息传回阴间，才传到了殿下耳中。周玄进不过是在皇后面前做戏，他不可能真的碰凤叶离。姑的人，姑已经验过。可凤叶林身上的印记分明属于本太子，凭什么由另一个男人认领？殿下若实在介意，不如亲自去问问凤二姑娘。问清楚又能如何？本太子与他本就是各取所需，等鬼胎降生，他便要与本太子彻底断绝关系。既然只是交易，本太子为何会如此在意？可属于本太子的印记被旁人冠上名字，还是让人想杀了他。娶凤叶离需要什么流程？娶？殿下说的是明媒正娶。殿下身份尊贵，婚配之事应由鬼帝大人定夺，要么与人间皇室联姻，要么迎娶鬼王之女。本太子只是想知道，人间那套虚伪的仪式到底有多麻烦。人间婚嫁讲究6礼齐备：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妻、亲迎，尤其太子娶妃，还要3拜天地，饮合锦酒。纵然只是权宜之计，可在世人眼中，凤叶离是周玄进的女人，而不是本太子的。本太子不想让她继续留在人间，若将她直接带回阴间，侧妃呢？不做正妃，做个侧妃也行。侧妃之位或许可以通融，但鬼胎出城需要阳气滋养，所以在鬼胎降生之前，她仍要留在周玄进身边。嘴上说只是交易，却连正妃、侧妃都考虑上了。殿下这次怕是真的栽了。这些印记都是我沦为容器的证明。二姑娘，您睡下了吗？何事？奴婢送了安神茶来。进来吧。看够了吗？还是皇后娘娘让你来验个仔细？奴婢该死！太子殿下留下的印记，不是谁都有资格看的。滚出去！来了。怎么现在知道怕了？你来就是为了吓唬我？本太子倒要问问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承认与周玄进有染？不然呢？等着被当众查验，再被扣上不洁的罪名，还是任人逼到绝路，雷击凤家满门？当初是你说周玄进会处理，他既答应让鬼胎平安降僧，自然会护我周全。如今他出面护了，也当众认下了，他保住了你的容器，为什么又不行了？你哭什么？我哭自己命贱如蝼蚁，凤家几百口人的命都系在我这副身子上，连哭都要看你们这些大人物的脸色。命贱，能承载本太子血脉的容器，3界再也找不出第2个。你可知有多少鬼王嫡女做梦都想得到这个位置？若再遇危难，便用你的血滴在这文献上，默念我的名字，本太子会立刻到。这近乎是一种承诺，他将随时召唤自己的权利交给了我。这个男人在向我示弱，若苍眠能对我动真感情，或许会事半功倍。你这般护着我，可是心疼了？痴心妄想！解放院，好一个周玄进，为了护住那个女人，连自己的颜面都不要了。他不惜违逆预言，也要将凤叶离接入宫中。难道2人早已暗中勾搭？李福，奴才在。
将库中那尊送子玉观音送去三皇子府，告诉他太子已经等不及，要给他添个皇职了。奴才遵旨。回去告诉皇后，夜里当心。当心什么？本宫堂堂一国之后，难道还怕本宫？来人！来人啊！有鬼！殿下，未央宫的礼服公公来了。母后的人此时前来，必有要事。三殿下，皇后娘娘知道您刚刚回京，特意让奴才送份礼来。本王府中并无女眷，这尊玉观音似乎送错地方了。您府中没有，可东宫怕是快有了。太子为了凤二姑娘，当众认下私情。娘娘说，双凤侍龙怕是正应在她身上。凤夜离，妖女迷惑储君，烛台暗集。这条金龙可不正被他一点点试走吗？哼，好一个周玄镜，平日装的清心寡欲，原来早已暗度陈仓。知道了，回去告诉母后，宫外的事交给本王。奴才预祝殿下马到忠诚。昭儿，跟我走，边关天高皇远，我护得住你。三殿下，你护不住，违逆圣旨是死罪。他说的没错，可我放不下他。他是我枯燥压抑的皇子生活里唯一的亮色。若对东宫出手，凤家也会被推入火坑，凤云昭会恨我的。此事反倒是个转机。太子若因女色失得被废，凤大小姐的婚约自然作废。与其看着她嫁给皇兄，不如毁掉这桩婚约。该如何做？一个不洁的女子即将嫁入东宫，若再传出珠胎暗生双凤侍龙，便坐实了。让城西说书人将东宫风流宴编成段子，再给翰林院几位老学鲁送些银子，就说太子为了一个女人引灾星入国门。皇后娘娘脉象紊乱，像是受了极大的惊吓。昨夜未央宫鬼影幢幢，听说殿前守夜的太监全都被冻晕了。姐姐，你看，这株兰草昨日还奄奄一息，今日便又有了生机。怕什么？莫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奴婢不敢，奴婢这边去内务府再寻几盆兰草来。秋行，去司真司寻块上好的松烟墨，我要替太子抄录心经。是。严嬷嬷刚被周玄镜勒得半死，皇后当夜便中了邪。此事是周玄镜做的，是苍明。鬼太子竟许你召唤之权，看来他很在乎你。他是否真的在乎我，并不重要。苍明动情之日，就是我们反击之喜。借鬼神之力破杨氏之局，谁也别想独善其身。凤家二小姐生辰八字奇贵，天生带煞。何止带煞？听说她根本不是凡人，而是狐妖转世，专吸男子精气，迷惑储君，想要颠覆大周江山。太子就是被他迷住了。双凤侍龙说的就是凤叶林这只妖凤，他要吞掉大周的国运金龙。臣有本奏，近日京中流言四起，皆言妖星入宫，储君失德。凤氏二女本就身负不详，如今凤叶离德行有亏，迷惑储君，其身不洁。她正是预言中侍龙的妖孽，恳请陛下严惩妖女，以正国本。臣附议，储君乃国之根本，岂能为女色所迷？臣等附议。认罪便是亲口坐实叶林的妖女之名，反驳又等于质疑钦天监的预言。太子已有准备。皇兄身为储君，明知凤叶离身负不详，仍与他苟且。若是受妖女蒙蔽，便是识人不明；若是明知故犯，便是置大周国运于不顾。父皇，儿臣有罪。儿臣原想以储君龙气镇压凤家姐妹的噬龙命格，如今非但未能镇住灾星，反而雷及皇室声誉，未绝后患。儿臣恳请父皇将姐妹二人一同赐死。前些时日，他还亲自登门言笑言言，如今却要取我2个女儿的性命。周玄镜，你无耻！为了保住自己的储君之位，竟让旁人为你的荒唐陪葬。三弟如此激动，倒让姑有些好奇，你是在替凤叶离鸣不平，还是替凤云昭？他们可都是你的皇嫂。玄镜与苍明之间的交易还未完成，凤叶离是祭品，绝不能死。玄机以退为进，是在逼朕亲自压下此事。至于景城，满脑子都是儿女私情，连心事也藏不住。够了！钦天监的预言本就混沌，噬龙之兆
也未必不能解释为辅龙之意。此事朕自有决断。赵爱卿，你是朝廷言官，封文奏化是你的职责，但听信无稽之谈，公伯储君，又是何居心？臣惶恐，臣一心为大周江山。此事到此为止。日后谁再敢妄议，休怪廷杖无情。至于凤家姐妹，既已入宫，便安心待嫁。退朝。三弟，多谢你今日替姑演了一出好戏，只是别入戏太深。去一趟下方院，请凤大小姐过来。就说姑新得了一张前朝交尾古琴，想请她品鉴一二。记住，要让凤大小姐与我那三弟偶遇。奴才遵旨。二姑娘，外头都在说您是什么？他们胡说八道，说您是妖，奴婢该死，不该听信那些混账话。起来吧，嘴是别人的，命是己的，往后什么该听，什么不该听，自己心里要有数。是，奴婢记住了。狐妖转世，迷惑储君，颠覆大周江山，好大一顶帽子！这是想借天下人的口，活活逼死。姐姐，三殿下真正想对付的是东宫，他借我动摇太子，再顺势得到你。周景城算错了一步，我凤家姐妹还轮不到他当做棋子肆意摆布。太子殿下口谕，请凤大小姐前往东宫品鉴交尾古琴。前脚流言满天飞，后脚便召姐姐去东宫。周玄静这时候找你，定然不怀好意。放心，他想见我，正好，我也想见他。都退下。成儿，你听母后说，宫里有鬼。母后慢慢说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那夜，殿里的宫灯突然结冰，所有器物无风自动，本宫连喊人都做不到。殿中器物旋起，在半空猛烈震动，黑雾里还有一双猩红的眼睛，最后墙上出现了一个血红的死字。儿臣曾在古籍中看过鬼域记载，但那些都是300年前的传闻，真假难辨。父皇向来笃信天象谶语，可这一次凤夜鱼的妖女传言满城皆知，父皇却置若罔闻，甚至还命凤家姐妹安心待嫁，实在不合常理。儿臣怀疑，这背后藏着我们不知道的内情。本宫倒想起一件陈年旧事，18年前，先皇怀周玄经时，亲见监正曾为那个孽种卜过一卦。批字是什么？阴阳共生。那张批语被你父皇当场焚毁，还列为禁忌，不准任何人再提。如今想来，周玄静从出生起就不是个干净的东西。母后安心休养，儿臣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要做什么？钦天监那个老东西一定知道所有秘密。监正活过100岁，历经3朝，又深得父皇信任，只要撬开他的嘴，就能查明周玄义的秘密，毁掉这桩婚约。凤大小姐，许久不见。三殿下，太子殿下还在等凤大小姐品鉴古琴，耽搁不得。急什么？与妹妹共侍一夫，沦为周玄监手里的棋子，这就是你想要的？太子视我们姐妹为棋子，那三殿下，你敢说京城的流言不是你散播的？还是说你从未想过利用我们姐妹为自己铺路？三殿下既然已经落子，就该有棋手的觉悟，而不是跑来质问棋的走向。德公公带路。凤大小姐肯赏脸，姑甚是欣慰。听说你擅长广陵散，可愿为姑奏上一曲？殿下若只为听琴，去教坊司找明乐意便是，何必大费周章？与故人重逢，滋味如何？殿下费心安排这场偶遇，想必不是为了看我与三殿下叙旧。姑只是好奇，我那三弟对你情根深重，凤大小姐对他是否也一样？毕竟你们曾经差点谈婚论嫁。殿下绕了这么大一圈，就为了试探这点旧情，
想利用我，不必拐弯抹角，我可以替你牵制三殿下，以保我凤家全身而退。跟姑谈条件，你凭什么？就凭三殿下对我有情，而你需要我这把刀。好，姑准了。既然要做姑的刀，姑自然要先试试这把刀究竟利不利。殿下想试刀，可刀若出鞘，是要见血的。殿下，游戏才刚刚开始，太着急，岂不是少了许多兴致？留到大婚之夜才更有趣。德全，将这张交为锦旗，即可送往西方院。再替姑传一句话给凤大小姐，姑等着她的广。奴才遵旨。太子为难姐姐了，他不过是想告诉我，我与三皇子那点旧情，他都知道。他想让我做他的刀，牵制周景城。周玄君心思深沉，行事狠绝，做他的刀无异于与虎谋皮。我答应了，作为交换，他会保凤家全身而退。这已经是姐姐能替凤家争取到的最好结果。叶离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姐妹二人就是一座桥，一座连接杨氏东宫与阴间鬼殿的桥。苍冥选中你，是因为你的命格至阴至纯，都是周玄剑一手促成。可周玄剑那样的人绝不会做赔本买卖，他究竟想从苍冥身上得到什么？这个答案只有苍冥知道。他会告诉你吗？对付疯狗，就要让他觉得这块骨头又香又软，舍不得松口。等我的消息。明儿，事进展如何？父帝这才过去多久？他哪有那么快怀上？既然如此，你今日为何不去人间？怎么，那个人间女子如此无趣，这么快便腻了？儿臣自有分寸，不过是给他几日时间适应阴气。本帝看你近日心绪不宁，可是那个丫头惹你不快，她在召唤我。父帝多虑了，区区一个凡间女子，怎会让儿臣烦心？何人伤你？你竟拿血咒当儿戏！难道我想你了就不能换你吗？你可知道戏弄本太子的代价？那你准备如何罚我？把我扔进油锅，还是锁进寒冰地狱？不如罚我再离不开你。几日不见，倒是学会撩拨本太子了。既然说想我，今晚便别后悔。从方才起便心不在焉，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周玄应与你交易，所求究竟是什么？这么关心他，是本太子还不够让你专心？姐姐近日从东宫回来后，神情一直不对，她被周玄君胁迫。我总要知道那个疯子究竟在图谋什么。周玄君让本太子替他调查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八大鬼王之中，究竟谁是他的杀母仇人？先皇后之死与阴间有关。10几年前，先皇后突然暴毙，皇室对外宣通她死于恶疾，但真正取她性命的是阴间咒术。能查出是哪一种咒术吗？施咒之人至少拥有鬼王级别的力量，所以周玄君才与本太子交易，他想从8大鬼王中找出凶手。周玄镜促成鬼胎交易，是为了借苍冥之手追查先皇后的死因。苍冥，刚才不是很有精神，还敢在本太子面前打听其他男人？我问的是姐姐。周玄镜也好，周景城也罢，本太子不想从你嘴里听见他们的名字。你又发什么疯？让你记住规矩，下次再敢在床上提其他男人，本太子让你3日下不了床。是。你看上去不太好。无妨，昨夜骑马扭了腰。你这丫头说话越发大胆了。先皇后竟然死于鬼王之手，原来周玄镜与苍冥合作，是为了查清杀母仇人。这深宫之中，
秘密就是刀刃，真相便是筹码。我们每多掌握一条消息，就多一分胜算。我们不能继续做棋子，我们要做执棋的人。从今往后，姐姐长阳，我育阴，让他们狗咬狗。好。钦天监那个老东西，嘴比棺材板还严。殿下不必心急，秋猎在即，老监尊每年都会前往猎场，为皇家占卜秋猎吉凶，届时正是让他开口的绝佳时机。你有把握让他开口？真言散，无色无味，服下之后，半个时辰内问什么，他便会回答什么。很好，本王倒要看看皇兄究竟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。三皇子府已经备好真言散，他们准备在10日后的秋猎中对青天剑监正下手。真言散，亏他想得出来。我这个三弟在军中待得太久，行事还是如此直接。去切方院，请凤大小姐过来。奴才遵旨。殿下深夜召臣女前来，不知所谓何事？孤想与凤大小姐对弈一局。殿下的棋局太大，臣女只怕自己是一颗无足轻重的棋子。凤大小姐谦虚了，你不是棋子，你是孤的太子妃。殿下莫不是忘了，我们尚未大婚，臣女不敢高攀。你就这么不愿意做孤的太子妃？殿下不妨直说，这一次要我这把刀往何处砍？10日后的秋猎，三弟准备对钦天监正下手，孤要你查明他接近钦天的剑真实意图。双凤侍龙的预言正是从钦天监传出，这一切究竟是天命，还是有人精心布置的阴谋？殿下当真好胆量，先将妹妹送给苍明，如今又要将我推到三殿下身边。东宫的绿帽子，怕是要跌到9重天了。凤大小姐不愿意，是不愿接近三弟，还是舍不得利用自己的旧情人？我只是在想，殿下如此慷慨，莫不是那方面不行？今夜留下，孤究竟行不行，你可以亲自验验。太子殿下放心，臣女一定会哄好三殿下，也会套出他为何接近钦天监。只是殿下到时候可不许吃醋。刘全，去库房取一副红宝头面，送到沁芳院。送给凤大小姐吗？就说是孤赏她，赏她牙尖嘴利。奴才遵旨。凤大小姐越不给殿下好脸色，殿下赏的刀越勤快。当年在京郊大营的桃花树下，他也曾这样对我笑过。他平日看孤时从无半分温柔，此刻如此殷勤，不过是想借孤刺激三弟。方才不是冲孤笑得很灿烂吗？孤来了，怎么又不笑了？殿下何必明知故问？臣女不过是在完成任务。你还真是尽职尽责，连演戏都如此投入。殿下不是也很配合吗？一直守在臣女车驾旁，正好在给三殿下添一桩心病。这次可是殿下主动送上门来，被臣女利用。凤云昭，你很好。彼此彼此。春桃，你去小厨房晚膳看备的如何？今夜风大，再替我和二姑娘取些姜茶。是。这里人多眼杂，四周不仅有禁军，还有各府安插的眼线。苍明今夜不会来找你吧？姐姐放心，我已经与他约定好了，除非我主动召唤，否则秋期间他不会贸然前来。他竟然肯听你的。苍明虽然性情暴虐，却并非完全不讲道理。何况我与他做了一笔小小的交易。他待你似乎与从前不同了。男人嘛，无论是人还是鬼，哄上一哄，总会听话些。更何况他有求于我，鬼胎才是苍明真正的软肋。鬼凤为引，血脉为气，孽缘已定。鬼凤血脉
契约，他怎么会知道我和苍明之间的事？怎么了？监正方才与我说话了。他说了什么？鬼凤为引，血脉为气，孽缘已定。血脉很可能是苍明想要的鬼胎。至于孽缘已定，说的应当是你与苍明之间的纠缠。他既然能看出这些，便一定还知道更多。别怕，周景城正在调查青天剑，太子也已经命我探查此事。正好，我倒要看看青天剑究竟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。姑娘当真要参加狩猎？自然，这倒比人懂事。姑的马性子烈得很，凤大小姐可要当心，别被摔断了脖子。再烈的马，骑得多了，自然也能驯服。看来殿下说错了，这马分明很喜欢我。既然要驯马，不如与姑赛上一场。若是输了，若我输了，任凭殿下处置，就比谁先猎到白狐，如何？凤大小姐究竟是想猎狐，还是想猎人？殿下若怕臣女被人拐走，就跟紧一些。不知殿下的骑射功夫是否也如心计一般出神入化？凤大小姐对西山猎场似乎十分熟悉。殿下忘了，臣女的舅舅是萧策大将军，儿时常来这里。看来姑今日请了一位好相公。好一招金蝉脱壳。德全，殿下，去查三殿下现在何处？是。明明是姑让他接近三弟，他如此迫不及待，倒让姑很不痛快。你当真甘愿做他的玩物？三殿下此话何意？难道你看不出来？周玄静看你的眼神没有半分爱意，在他眼里，你只是一个有趣的猎物。他今日带你进入猎场，就是为了向我示威。三殿下可知道，凤家如今是何等境地？妖女祸国，双凤侍龙这8个字，随时可要凤家满门的性命。只有太子能够给我们姐妹一条活路。玩物也好，棋子也罢，只要凤家能够活下去，臣女在所不惜。云昭，京中的流言确实是我命人散播的。我原本只想借此打击太子，我没想到会将你推入这样的绝境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三殿下还记得那棵桃树吗？您曾说过回来以后便会娶我，如今那棵桃树可还开着花？昭儿，当年我奉父皇之命镇守边关，我原本打算凯旋后便向父皇请求赐婚，可等我回来，父皇已经将你赐给皇兄。只要证明双凤侍龙的预言是假，只要父皇废掉周玄静的储君之位，这桩婚约自然能够取消。三殿下说的轻巧，青天剑的预言若容易抵翻，怎会搅得满城风雨？除非监正亲口承认预言有假。我不仅要让他说出预言的真相，还要让他交代18年前为周玄进补的那一卦。周玄静的卦批词只有4个字：阴阳共生。那监正活了100年，哪会轻易说真话？我已备下真言散，服下之后，神仙也得吐实话。我不信药，除非让我亲耳听见。我能相信你吗？殿下若不信我，何必在此纠缠？三弟，姑的猎物，你也敢碰？昭儿，我相信你。今夜此时，猎场西侧的老槐树下见。周玄，你疯了！你若再敢私会周景城，姑便将你从这里扔下去。太子殿下这是吃醋了？吃醋？你也配？不是殿下亲口让我接近周景城的吗？现在怎么又觉得这顶绿帽子不好戴了？你找死！是啊，我就是找死。那殿下可要抱紧一些，否则我们便一起死。凤云昭，你以为姑不敢杀你？殿下当然敢。可我若是死了，还有谁能告诉殿下，周景城监正口中想套出什么秘密？他说了什么？他在调查阴阳共生，而且此事与你有关。说清楚。
怎么，太子殿下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秘密？继续说。18年前，先皇后怀有身孕，青天剑曾为她腹中的孩子占卜，也就是为当时尚未出生的殿下占卜，所得卦象是阴阳共生，大凶之兆。是阴间的鬼王害死了你母后。父皇还从未告诉过我，还有阴阳共生的卦象。既然殿下也不知道这件事，看来我还得继续接近周景城。你敢！殿下既要马儿跑，又不让马儿吃草，既然拿我当刀，难道还要我替殿下守身如玉？太子殿下，您生得真好看，还很温柔。后来边关生乱，是我向父皇提议，让周景城前去镇守。你这张嘴，确实该好好教训。太子殿下这吻技，莫不是跟奏折学的？再说一遍，狗都比你吻得好。你当真以为姑拿你没有办法？既然凤大小姐这么喜欢到处乱跑，那便自己走回营地。天黑之前若回不去，猎场里的野兽可不会像姑这般怜香惜玉。昭儿，周玄静对你动手了？太子表面温润，实际上却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他对你做了什么？也没什么，不过是想将我溜下悬崖，后来又独自骑马离开，让我自己走回营地。可恶！殿下，恐怕有诈。凤姑娘，并非我等有意多心，断崖距离这里甚远，您当真是徒步赶来的？三殿下忘了吗？我们自幼便在这片猎场玩耍，从断崖到此处不止一条路。如今凤家满门命悬一线，我要的只是预言背后的真相。我要让我们姐妹摆脱双凤侍龙的宿命。至于太子，我根本不想嫁给他。昭儿的心思，我比你们清楚，不必再说了。出发。脉搏沉缓，气息均匀，瞳孔已经涣散，他确实昏过去了。药效发作了。双凤侍龙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这句预言是不是你凭空编造的？双凤飞祸，乃救龙之系，一阵阴一阵阳，阴阳失衡，则天下大乱。救龙，而不是侍龙。既然我们姐妹是救龙之药，为何那句预言反而将凤家逼入险境？天机不可轻视，凤家必有此劫，是祸也是福。一阵阴指的应该是夜里，一阵阳指的便是我。我们姐妹并不是祸害，而是维持阴阳平衡的关键。只有皇帝才有能力更改青天剑传出的预言，一字之差便足以将整个凤家逼入死局。你18年前为太子卜出的阴阳共生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半人半鬼，生而阴阳，此乃……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真言散的药效这么快便过去了？不可，殿下，监正脉象紊乱，他似乎遭到了反噬，若继续用药，恐怕会有性命之忧。莫先生说的没错，若监正死在这里，陛下一定会彻查。撤！真言散，老夫炼制这种药时，尔等的父辈都还没有出生。双凤入局，天道终将平衡。陛下，陛下，您改得了预言，却改不了天命。半人半鬼，生而阴阳。难道周玄静根本不是普通人？周玄静自幼不惧寒暑，还能在黑暗中清除事物。东宫除了德权，竟从不允许任何宫女近身。难怪。昭儿，监正已经亲口证实，你们姐妹是救龙而不是弑龙。我现在就去面见父皇，我一定要还凤家清白。三殿下若是想死，现在便去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还凤家清白，难道不好吗？青天剑直属陛下，若双凤侍龙的预言遭人篡改，谁最有能力成为主谋？陛下明知道周玄静的命格是阴阳共生，可他为何从未向任何人提起？殿下，凤大小姐说的没错，陛下极有可能早就知情，他需要的并不是真相。若我们贸然揭破此事，恐怕会被直接灭口。此事到此为止，金叶生的一切
就当从未发生。监正若真想隐瞒，自会处理好店内痕迹。我们继续追查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好，昭儿，我送你回去。不必，三殿下与2位大人骑马先走，我自己步行回营。这怎么能行？此处距离营地至少还有10里，你一个女子……正因如此，我们才不能同城。天很快便要亮了，营地里人多眼杂，若被人发现臣女与你们一同返回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殿下，此刻最重要的是避嫌。那你自己小心。出来吧，太子殿下。凤大小姐怎么知道是姑？殿下身上沾了臣女的香，风一吹闻得清清楚楚。那你再猜猜，姑跟了你们多久？不重要。殿下既然已经听到所有对话，臣女也不必再重复。救龙2字，殿下可还满意？正合姑意。既然你是救龙之药，便永远别想从姑身边逃走。臣女若偏要逃呢？那便折断你的翅膀，将你永远困在龙巢之中。上马。殿下既然这么喜欢抱着臣女，不如让臣女来骑。骑慢一些，姑想与你聊聊。殿下想聊什么？姑5岁那年曾问过父皇，为什么母后的寝殿一直锁着。父皇告诉姑，那里留着母后的遗物，怕姑进去之后触景伤情。可姑还是偷偷进去过。殿下看到了什么？血已经干涸成黑褐色的血迹，从墙壁一直延伸到床榻，还有抓痕，从床榻一直到殿门。你母后是被阴间鬼王害死的。那一夜鬼气侵体，她挣扎到最后，连尸骨都没有留下。殿下相信这个说法吗？姑查了整整10年，可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答案：母后确实死于鬼王之手。那殿下当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命格？不惧寒暑，夜能视事。公公又从不让宫女近身，这些难道全都只是巧合？父皇从小告诉姑，是因为姑人受到鬼气侵蚀，所以身体才会异于常人。至于不近女风，爱妃如今还这么认为。殿下现在还有心思胡闹？若监正说的是真的，那问题可就大了。监正说得很清楚，半人半鬼，生而阴阳，这意味着殿下身上可能本就存在鬼族血脉，而不是后来才被鬼气侵蚀。你想说什么？殿下如此聪明，当真还要自欺欺人吗？若您真有鬼族血脉，那您是否还是陛下的亲生骨肉，就值得怀疑了。若殿下并非真正的皇室血脉，陛下却明知真相，依旧将您立为储君，那便只剩2种可能：要么陛下疯了，要么殿下从始至终也只是他手里的一枚棋子。你可知道，姑现在最想咬断谁的喉咙？自然是那个骗了殿下10几年的人。若姑并非皇室血脉，却占据太子之位，一旦真相曝光，等待姑的便不会只是废除。你可愿与虎谋皮，与姑一起查清真相，博一线生机？凤家早就在虎口之中了，既然退无可退，不如拼上一把。还有1个多月便要大婚，你既是姑的太子妃，以后便不许再对别的男人动心思，尤其是周景生。殿下话未免太没道理，让我接近3殿下的人，不正是您吗？姑不过是想测试一下，你对3弟究竟还剩多少旧情。那殿下测试出什么了？你对他利用多过真心，这个结果，姑很满意。可臣女对殿下同样是利用多过真心。好啊，姑陪你玩到底，看看最后究竟是谁先交出真心。哎呦，我的太子爷，这成何体统啊！德全，你的眼珠子快掉出来了。太子殿下素来不近女色，怎么偏偏对凤家姐妹如此不同？先是妹妹，如今又是什么邪术？这又是妖女！臣女告退。3殿下，昨日臣女在山中迷失方向，幸得太子殿下寻到臣女，一切安然无恙。陛下口谕，宣太子周旋进、凤大姑娘、3皇子即刻觐见。昨夜你们3人都不在营地，去哪儿了？陛下，是臣女的错。昨日臣女与太子殿下起了争执，
哦，太子与你起了什么争执，竟值得你们彻夜未归？昨日臣女与太子殿下打赌狩猎，结果臣女赢了，太子殿下觉得没面子，便将臣女丢在了猎场。凤大小姐倒是会避重就轻，明明是你在剑上做了手脚，胜之不武。凤家长女也会是这种小伎俩。陛下明鉴，臣女使的是追风剑法，是舅舅萧策教我的，只是太子殿下不认得罢了。父皇，这套剑术儿臣也会，皇兄说的不冤。金儿，你身为储君，就只有这点气度。父皇教训的是，只是未来太子妃实在太不听话，儿臣本想给她一点教训，后来猎场起雾，儿臣担心她被狼叼走，这才折返回去寻找。老三，你呢？儿臣听说凤小姐走失，一时心急，也出去寻找了，只是运气不好，没有遇上。果然还没放下凤云昭。绝不能让他查到自己的身世。简正，昨夜道观可有什么异象？回陛下，老道昨夜入定，一切如常。他明明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，为何反而替我们隐瞒？他不是皇帝的心腹吗？都退下吧。儿臣告退。儿臣告退。臣女告退。昭儿，三殿下请自重，臣女与太子已有婚约，希望殿下今后不要再纠缠。你当真如此绝情？凤大小姐先回去休息，姑与三弟聊聊。若听见打斗声，不必来救。昭儿，是不是皇兄为难你了？我可以保护你。三殿下，别自作多情。老三，聊聊。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？关于凤云昭的命，你也不想听。坐。有话直说。急什么？三弟如此沉不住气，难怪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保不住。若不是我被调去边疆，昭儿早就是我的妻子。那三弟可知道，为什么偏偏是你被调走？你什么意思？是姑向父皇提议的。姑说三弟骁勇善战，正适合前往边疆建功，将来也好掌握兵权。是你算计我。父皇一口便答应了，因为萧家的兵权本就应该被分化。卑鄙！就这点本事，连父皇的局都看不透，你还想保护凤云昭？闭嘴！你若再纠缠他，父皇下一道旨意便可以是：凤云昭秽乱宫廷，与三皇子私通，凤家满门抄斩。父皇不会这么做。老三，你太天真了。父皇连自己的儿子都能当棋子，何况一个凤家？言尽于此。你若真想保护凤云昭，便离他远一点。你根本不爱他，你也只是在利用他。爱，姑看上的东西，即便毁了，也绝不会让给别人。你再强，也不过是个见不得光的孽种。父皇岂会真的把江山交给一个半人半鬼的怪物？再用一点力，便能杀了他。滚！以后若再敢靠近凤云昭，姑让你连孽种都不如。他迟早会看清你究竟是什么东西。姐姐镇阳，我牵衣，可苍明是鬼太子，又何须我来救？这几日玩的可还开心？我又不会骑马射箭，不过偶尔出去晒晒太阳罢了。你受伤了？刚处理了几个不安分的东西，蝼蚁罢了，本太子还未放在眼里。怎么，心疼了？脏了。小凤凰，还记得秋猎之前你答应本太子的事吗？这几日本太子没有去找你，所以回来之后，你要替本太子实现一个心愿。那我需要穿上衣服吗？你说什么？殿下的心愿不就是这个吗？早些晚小也没什么分别，只是今日我乏了，还请殿下快一些。你穿好。
本太子的心愿不是这个。拿着。你们凡人不是最讲究结发为盟吗？灯芯是你的头发，以后你在鬼域行走，便无人敢伤你。鬼太子戴花，倒比你平日凶神恶煞的样子顺眼多了。赏你的，不准摘，里面有本天下的鬼气，可以护你魂魄安稳。这算是殿下送我的定情信物吗？你找死！忘川水能销魂蚀骨，别说你这具凡人之躯，便是鬼魂落进去，也会化为虚无。那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本太子厌恶凡人一提鬼域，便只知道害怕，但想让你看看，等你怀上孩子之后，身体需要阳气滋养，阴间杀气太重，在孩子出生以前，你不能再踏入鬼域。孩子出生以前，可我们明明约定过，便永不相见。他想反悔吗？若真的有得选，我会留在哪里？姐姐，今日怕是一场硬仗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他们越想看我们的笑话，我们越要让他们开开眼。臣女凤叶离叩见陛下、皇后娘娘、太子殿下。快平身。本宫听闻凤家双叔知书达理，大婚在即，礼不可废。今日正好演练宫中仪典，也让诸位瞧瞧未来太子妃究竟有何风范。凤儿姑娘素来体弱，想来心性必定坚韧，那便试试捧血诏之礼。手捧血诏，行99步，一滴不可洒。臣女领命。苍冥。第99步，臣女愚钝，只能勉强揣摩先辈1/1000的忠烈，唯愿我大周国祚永昌，再无此等泣血之事。甚好，凤大小姐自幼习武，身姿想必比妹妹矫健不少，那便演示献降服之礼。女子习武最容易杀气过重，此礼既要震慑敌胄，又不能失了女子温软，其中分寸可不好拿捏。臣女领命。回禀娘娘，臣女之武非为杀伐，而是守护，守护君王，守护社稷，这便是臣女所理解的女子之德。好，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国泰民安，好一个守护之德，不愧是凤家双叔。今日礼仪既已验过，凤家双叔回府备驾，10日之后正式行大婚之礼。臣女谢陛下隆恩。父皇母后，儿臣送他们出宫。姑的太子妃，今日倒真让姑大开眼界。殿下过奖，不过是为了活命罢了。那句守护之德是说给姑听的吗？殿下以为呢？合作的基础是彼此都有价值，而不是一方永远索取，另一方只能服从。德全，奴才在上凤大小姐南海交珠尔坠，就说姑很欣赏她的气血忠心。奴才遵命。殿下不如直接把东宫库房的钥匙给臣女，也省得您天天琢磨送礼的名目。好啊，等你什么时候把姑的心锁打开，姑连命都给你。找我何事？姑的杀母仇人，查得如何了？17年前7月15，
鬼门大开之日。8大鬼王之中，确实有3位潜入过阳间，他们当时的动向都在这里。罗刹王当时一直流连人间烟花之地，夜叉王则是为了寻找一件遗失的上古法器。修罗王，他与另外2个不同，不好色，也不贪财。17年前进入阳间，只是为了见一个故人。故人是谁？不知道。修罗王性情孤僻，行事诡秘。我只查到一件事：他当年进过皇宫，见过谁，又做过什么，一概不知。这3个人之中，究竟谁杀了姑的母后？17年过去了，当年的痕迹早已被人抹去，3人都有嫌疑，也可能一个都不是。好，等大婚结束，姑亲自去问。那我便预祝太子殿下马到功成。大小姐，府外有位姓莫的先生求见，说是3皇子的谋事，有万分紧急之事。莫问臣。凤大小姐，求您救救3殿下。3殿下乃天皇贵胄，哪里轮得到我一个弱女子去救？殿下已经昏迷3日，水米不进，宫中御医全都束手无策。他的脉象极其诡异，根本不是寻常病症，是中毒。周玄月，果然是你动的手。3殿下中毒，与我何干？凤大小姐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莫先生是聪明人，应该明白我与3殿下已经再无可能。如今我与太子婚约已定，若还与3殿下纠缠不清，赔上的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性命。可殿下是为了你，若不是为了帮你查清预言，他怎么会触怒太子，又怎么会招来杀身之祸？当真全部都是为了我，他自己就没有其他目的？路是他自己选的，既然已经落子，便该承担后果。好，就算大小姐不念旧情，总该替凤家想想。3殿下若不明不白死在京城，以陛下的性子，必然彻查。到时候西山古观发生的事情，还能瞒得住吗？太子与陛下斗法，无论最后是谁输谁赢，夹在他们中间的凤家都没有好下场。要我救周景城，可以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他醒来之后立即离开京城。第二，关于太子的秘密从此烂在肚子里，无论对谁，包括皇后娘娘，都绝不能再提一个字。第三，让他亲自上奏，对外宣称自愿戍边。留在京城，他迟早会死，去了边关，至少还有一条生路。好，我替3殿下谢过凤大小姐。叶离，姐姐，周景城中毒了，是周玄镜下的手。姐姐想救他，我已经答应莫文晨，可解药只有周玄镜手里有，我若亲自取药，等于自投罗网。能从那个疯子手里拿到东西的人，苍明。谁伤了你？没人伤我，我自己招你来的。救情郎，凤大小姐还真是情深意重，就不怕周玄镜知道以后吃醋？周景城若死在京城，陛下一旦彻查，谁都别想有安稳日子。让3殿下离京数方，对谁都好。再说，若事情真的闹大，我害怕。麻烦，等着。姑还以为是哪只不长眼的小野猫，原来是鬼太子，做贼都做到姑床头来了。你那太子妃倒是情深意重，为了救你3弟，竟让我的女人亲自来求我。你说她到底是旧情未了，还是故意给你解药在这里？不过姑更好奇，你家那只小凤凰拿什么换你出手？你猜？猜？别忘了，小凤凰名义上还是姑的妃子，姑的女人求到你面前，你还让姑猜？接着，再耽搁下去，你那小凤凰怕是要急哭了。姑本就没打算让周景城死，留着他比杀了更有用。凤云昭，
无论你对他是真心还是利用，都别想脱离姑的棋局。殿下，您终于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凤大小姐的意思很明确，殿下醒后必须离京。我明白了。留在京城，我争不过皇兄，也看不透父皇。卑鄙墨，我要上奏父皇。父皇，北境近日异动频繁，儿臣愿前往朔方城戍守边疆。三皇子心系江山社稷，实乃我大周之福。臣请陛下成全三殿下赤诚之心。准奏，随时启程，无诏不得回京。3年前我生辰，这是你送我的。你说，愿我如千里马，驰骋天下。如今，物归原主。三殿下，过去种种，便如这枚玉佩，沉入水底，以后休要再提。你我之间，并无旧情。愿殿下此去，前程似锦。姐姐当真就这么了断了？不断，留着过年吗？深宫高墙里最没用的就是情爱，它可以是蜜糖，也可以是纸霜。周景城离开京城，对他，对我们都是最好的结局。姐姐这么果断，倒显得我优柔寡断了。你哪里优柔了？连鬼太子都敢谈条件，这胆量可比姐姐大多了。苍明，一叩首，告慰天地；二叩首，叩拜先祖。夫妻对拜。夫妻对拜，本太子的女要与谁对拜？苍明，你要干什么？夫妻对拜。我为你唱一曲如游丝的气息，谁在抚琴？爱妃的定情信物，孤派人捞了3天3夜，才从湖底淤泥里找到，在水里泡了这么久，也不知道它冷不冷。殿下这么喜欢捡别人不要的东西，早知道臣妾该多往湖里扔几件，反正东宫也不缺替您捞东西的人。什么时候也送姑一个，姑不挑，只要是你亲手的做事狗链，姑也在。殿下既然喜欢捡破烂，臣妾就帮您碎得彻底些。至于狗链，明日我让人给您打一条纯金的，就怕殿下不敢戴。听，夏衣裂开的声音，倒和你一样，又脆又烈。再动一下，今晚谁见血还不一定。爱妃是不是忘了，姑可是半人半鬼，
真动起手来，你赢不了姑。周玄进，你无耻！人皮裹烂泥，鬼谷称败絮。骂得这么有力气，看来爱妃还精神得很。殿下既喜欢刺激，不如玩点更痛的。爱妃的牙比簪子锋利。好一只烈凤凰，怕了？怕？姑只怕你不够力。太子殿下吩咐，侧妃娘娘今夜需静养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怎么不敢进来？今日与我拜堂，就这么想娶我？怎么，本太子娶不得你？娶我，还是娶我这副身子？你要的是妻子，还是容器？你阴间娶亲，须过3礼：血气为聘，魂火为戒，骨灵为盟。这是鬼域正统婚姻，他当真要与我生死同期？怕？喝紧酒，饮下汤，你我的名字便会同时落入阴司婚部。从今以后，名正言顺，就是夫妻。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你想反悔？本太子改主意了，鬼胎你要生，人也得留下。我跟你不可能恩怨两清，也不可能永不相见。苍明，记住，今日是你执意要娶我，要让我与你生死同期。礼成了，夫君该洞房了。今晚弄哭你的时候，记得唤夫君，毕竟现在你跑不掉了。什么？殿下疯了！煽动婚部，私结同妻，这是大罪。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逆子，本帝早已为他定下罗刹王之女，此婚关乎鬼域未来100年的安稳与疆域。他竟敢为了一个凡人，煽动阴司根本大法！传本帝旨意，命4大鬼卫即刻前往阳间，把那个逆子给本帝锁回来。遵命。鬼帝大人，我等无能。东宫月影台已经被殿下设下结界，固若金汤，我等根本无法靠近，只能感知到殿下与凤二小姐气息交缠，尚未分开。好，好一个洞房花烛夜！传令下去，封锁忘川河，关闭鬼门。等他回来，本帝倒要亲自问究竟是何等血色，让他连鬼域的未来都不要了。
醒了，不多睡会儿？时辰不早，该去给父皇母后请安了。爱妃昨夜叫的，可还顺口？殿下不也一样？滋味如何？滋味甚好，只是姑之后会很忙，恐怕不能夜夜陪你。爱妃可得乖乖的。新婚燕尔，殿下连温存的时间都没有，可是查到了什么重要线索？还是爱妃懂姑。爱妃什么时候替姑更衣？低头。给太子殿下、太子妃请安。我们姐妹之间无需这些虚礼，走吧。儿臣携太子妃、侧妃给父皇母后请安。都起来吧。父皇，请用茶。母后，请用茶。太子妃昨夜睡得可好？本宫听闻东宫昨夜的动静可不小，劳母后挂心。殿下与臣妾新婚燕尔，情难自禁。想来父皇与母后当年也是如此伉俪情深，方有今日皇家典范。太子妃这张嘴倒是伶俐。母后若是羡慕，不如让父皇也去未央宫坐坐。儿臣听闻母后近来夜夜被噩梦惊扰，若有父皇龙气镇着，定能安眠。够了，都退下吧。静儿留下，朕有话问你。静儿，你母后的死，苍明那边可有消息了？究竟是哪个鬼王下的手？回父皇，苍明已经查明，17年前鬼门大开之日，共有3位鬼王潜入阳间，罗刹王、夜叉王以及修罗王。静儿，你母后死得惨烈，这血海深仇，你必须亲手去报。无论用什么方法，父皇都会支持你。他不是在催我报仇，是在催我去找鬼王送死。儿臣遵旨。放！父帝这是何意？逆子！父帝竟然对自己的儿子动用弑神恋，为了一个人间女子，区区一个重庆，你竟毁掉与罗刹族的婚约，煽动阴司婚部，私结生死同居。夜里能为我孕育鬼胎，诞下鬼域继承人，凭什么不能是我的太子妃？一介凡人，要背景没背景，要力量没力量，连最低等的鬼族都能撕碎他。你以为你的偏爱是恩赐，那是在催他的命。罗刹王手握10万鬼兵，野心勃勃，本地以联姻安抚罗刹族，换鬼域百年安稳。他的独女血渊自幼修炼罗刹秘法，性情暴戾，手段狠辣。你如今为了凤夜里毁诺，就是把罗刹族的怒火，把即将燃起的战火全部引到那个女人身上。罗刹族反叛本就是迟早的事，血渊性情暴戾，真让她嫁进来，只会成为罗刹王安插在我们身边的引荐。你在质疑本帝的决定？儿子只是在陈述事实。罗刹王这些年暗中拉拢夜叉王、王了王，父帝当真以为一纸婚约就能锁住他的野心？父帝当年靠母后的牺牲才平定叛乱，如今竟然要儿子学你，靠女人换太平。母后是梦魇族公主，为了助你登基，甘愿魂飞魄散。可最后呢，你只能把她最后一缕残魂困在戒指里，日日睹物思人。我宁可战死，也绝不像你活得软弱。站住！父帝若真为鬼剧着想，不如先查清楚
当年母后之死，罗刹王究竟参与了多少？苍明出事了。苍明，谁伤的你？无妨，一点家法而已。家法？是鬼帝伤的你？因为我吗？是因为我们之间的生死同期，值得吗？本太子的决定，轮不到任何人指示。殿下，既然已经结了同契，我不想做你的软肋，更不想成为你的麻烦。可否把阴间的典籍借给我？典籍？我想了解你的世界，你的敌人，还有你的一切。与其被你护在身后，最后成为众矢之的，我更想与你并肩，亲自看清这盘棋局。小凤凰，你连鬼族都打不过，还想学别人玩权谋？自然不及你1/1000，但揣测人心，借力打力，我的脑子肯定比你好用。等着。罗刹族，阴间8大鬼族之一，生性强悍，崇尚武力，掌握10万部众。罗刹王曾助腹地平定鬼域动乱，但野心勃勃，一直想把女儿血渊嫁给本太子。所以，血渊是你的未婚妻？曾经是，腹地想靠联姻稳住罗刹族，但血渊性情暴虐，若真娶她，无异于在枕边放一把刀。所以一开始的计划是，先用我的身体诞下鬼胎，再取血渊稳固权势，好一招稳赚不赔。本太子若真想娶血渊，何必拖到今日？那个疯女人凶悍的跟罗刹王一样，哪像我的小凤凰？正好，就拿这对父女做我成为鬼太子妃后的第一块踏脚石。2日不见人影，原来躲在这里用功。姐姐来的正好，阴间这些弯弯绕绕比我想象中复杂多了。巧了，周玄镜告诉我，罗刹王正是杀害先皇后的3大嫌疑人之一。罗刹王，八王之首，掌10万罗刹鬼兵，野心一直不小。独女血渊曾与苍明有婚约。凤眼王，苍明的外祖父，实力极强，自苍明母亲死后便隐世不出。修罗王，八王中最神秘的一个，17年前曾进入人间皇宫。夜叉王掌刑法，与罗网丝甚密。罗刹族早就虎视眈眈，如今苍明拒婚，正好给了他们发难的借口。若罗刹王再与夜叉王联手，鬼域恐怕真要开战，乱才好。周玄镜要查先皇后的死因，苍明要肃清叛党，他们正好可以合作，杀想杀的人。你就是凤叶离，病秧子，也配做鬼域太子妃的位置。姐姐，看，踏脚石自己送上门了。罗刹公主大驾光临，可是专程来贺我新婚。贱人，你也配提新婚？没办法，苍明宁可跟我这个病秧子结契，也不肯娶罗刹汉女，这种滋味想必不好受吧。妹妹这话也不全对，罗刹公主生的倒是美艳，可惜性子暴女，手段毒辣，莫说苍明，怕是寻常男人也不敢娶。只是鬼太子逃得快了。区区凡人也敢辱我？你动手试试！阴间铁律，鬼族不得在阳间以鬼力伤人。姐姐何必拦着？罗刹公主如此深情，宁愿自己遭反噬，也非要在我身留下点印记，这样以后苍明见了我还能想起她。只怕鬼少子想起来的只有他的愚蠢和不堪。闭嘴！姐姐，敢动姑的人，找死！苍明，不要！他伤了你，他若现在死了，
我们有理也会变成无理。罗刹王正好借他的死发兵，到时候所有矛头都会指向你和我。鬼太子，罗刹公主擅自动用鬼力，重伤孤的太子妃，已经违反阴阳公约。按照你们阴司铁律，该如何处置？按阴司铁律，以鬼力伤及凡人魂体者，当押入镇魂堂，受九幽雷火善魂之刑，直至魂体化为齑粉。镇魂塔，九幽雷火！你们敢！父王可是罗刹王，你们若敢动我，他定会挥师鬼域，让你们血债血偿！你父王若真有本事，就该亲自来救你，而不是让你像条死狗一样躺在这里狂吠。杀了你，只会把矛盾彻底激化，正好给罗刹王一个发兵的理由。但若不杀你，不如就将罗刹公主扣为人质。你违反阴阳公约在先，理在我们手里。只要你还活着，罗刹王便要投鼠忌器，无论谈判还是备战，主动权都在我们手上。姐姐说的有理，罗刹公主金枝玉叶，想必罗刹王一定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换回自己女儿的命吧。卑鄙无耻！枫叶离，你故意激怒我！公主殿下在说什么？我们姐妹只是在自己的住处闲聊，是你自己不请自来，又喊打又喊杀，怎么现在反倒怪起我们了？疼吗？不疼。是本太子疏忽了。这道结界能挡住鬼王以下的阴雾。等等，孤的太子妃也是为了救你的女人才受伤，是不是也该替她设一道结界？你的人自己腾去，人质本太子带走了。过河拆桥，下次再遇到这种事，躲远一点，吃力不讨好。鬼太子能给妹妹设结界，是因为他们已经结了生死同系，对我没用。对不起，姐姐，又连累你替我受伤。傻话，这是我们姐妹之间的默契，谈不上连累。周旋恨，伤成这样还有空在这里说废话，一身入局，你胆子是真不小。现在知道疼了。有学员动手，再借阴阳公约的反噬重创他，最后将他扣作人质，牵制罗刹王。你们姐妹不愧是被擎天柱盯上的人，兵行险著才能破局。你要查罗刹王是否与先皇后之死有关，就必须借苍冥的力量。可苍冥桀骜，没有足够的利益，仅凭几句话，合作能有多牢靠？姑今日教你一课，真正的权谋是借力打力，不是自己亲自下场，最后弄得一身伤。血烟上门，目标本就是你妹妹，让她先拖住血烟，你来给姑报信。等姑到了以后，再逼血烟出手。这样，你会比你妹妹伤得还轻。明明可以冷眼旁观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在意？姑陪你玩到底，看看最后究竟是谁先交出真心。也许他的特别只是为了驯服一枚棋子。臣妾记住了。鬼太子殿下，我家王上有令，罗刹公主若有半分损伤，万鬼兵必将踏平鬼帝殿。你回去告诉罗刹王，他女儿违反阴阳公约，本太子一律惩处，合情合理。他若有异议，让他自己来，亲自与本太子谈。母后，父帝不敢做的事，儿子来做。这鬼域该整顿了。萧氏与侧妃娘娘求见。母亲，你如今已经是太子妃，身份不同往日。东宫没有多少宫人，原先那些眼线也早被周玄灵清理干净。母亲有话直说便是。你舅舅的后手到了，
你舅舅派心腹校尉楚林君秘密回京，如今化名楚先生，在城西开了一间古玩铺，掩人耳目。凭这枚令牌，可调动潜伏京中的100名精锐。舅舅这是在告诉我们，放手去做。太子殿下驾到。岳母大人来了。臣妇参见太子殿下。不必多礼。听闻岳母思女心切，以后每月初1、15，姑允你入宫，与2个女儿团聚半日。臣妇谢殿下隆恩。你母亲似乎很紧张。殿下威仪天成，母亲见了自然敬畏。她只是问臣妾有没有尽好太子妃的本分，有没有讨殿下欢心。哦，那爱妃如何回答？臣妾告诉母亲，殿下勇猛非凡，夜夜笙歌，母亲听了自然放心。毕竟臣妾很受宠，不是吗？殿下，青天白日，成何体统？姑的太子妃自然深得姑意。姑的东宫，姑说了算。姑要离开几日？殿下去便是，东宫自有臣妾看顾，定不会让宵小趁虚而入。姑不在，东宫内外一切事务都由太子妃决断。见此牌如见姑。信任还是试探？苍明，把我女儿交出来！看来姑来的正是时候。忘川水泡的茶倒是别致。鬼域谈判竟让一个阳间活人同席，苍明，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他是受害者家属，来讨个公道，合情合理。公道？我女儿被你关进镇魂塔，日日受九幽雷火煽魂，你跟本王谈公道？你女儿重伤姑的太子妃，证据确凿，按照阴司律法，即便魂飞魄散也不为过。如今不过暂押镇魂塔，罗刹王若非要谈公道，那姑也只能请鬼太子秉公执法了。你在找死！罗刹王若真心想要女儿，就该拿出诚意，而不是坐在这里虚张声势。放不放人，何时放，怎么放，都得姑点头。毕竟姑才是苦主，不是吗？区阳间出矣，也敢在本王面前大放厥词？是不是厥词？罗刹王试试便知。看看究竟是你先捏死姑，还是阳间反噬先重伤你。再有鬼太子把你也押进镇魂塔，陪你女儿。我向来信奉力量至上，不服就打。可他甚至没有站起来，就逼得手握重兵的罗刹王不敢动手。读得这么入神，连我来了都没发现。姐姐来的正好，有几个地方正想请姐姐帮我参详。罗刹鬼兵血月之下战力暴涨，但阵型粗疏，若被精锐小队穿插切割，很容易自乱阵脚。叶离，你在兵法谋略上的天分恐怕比我还高。我只是多看多记，胡乱想想罢了。往后鬼域真打起来，苍明说不定还真得靠你这个脑袋。太子妃，陛下口谕，宣您即刻前往御书房觐见。姐姐小心。放心。儿臣凤云昭叩见陛下。起来吧，玄烬不在宫中，你一人掌管东宫，可还习惯？劳陛下挂心，儿臣身为太子妃，自当打理好东宫，不让殿下有后顾之忧。再过1月便是先皇后的冥诞，朕近来总梦见她。这些年的祭典太过循规蹈矩，所以今年的冥诞祭典，朕交给你全权督办。朕只有一个要求，祭典之上必须出现神迹。朕要满朝文武，要大周万千子民都亲眼看见，先皇后英灵不远，福泽大周。神迹做成，我便有妖异惑众之嫌；做不成，又是欺君大罪。儿臣遵旨。只是神迹关乎国运，又关系先皇后圣誉，儿臣年轻识浅，需查阅皇家秘典，了解先皇后生平，也需请教青天剑，卜算天时，观测星辰，才能不负陛下所托。准。藏书阁与钦天监任你出入，朕等着你的好消息。太子妃，老朽等你多时了。本宫为神迹而来。陛下这一招是阳谋，你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。既然如此，本宫先问大人一件旧事：西山猎场道观之中，大人当真什么都不知道？老朽炼那药的时候，你们父辈尚在瓦堡，若非老夫有意，
你们岂能问出半句言？大人为何帮我们？老朽不是陛下的人，也不是任何人的棋子，只是天命的看守者。那先皇后之死呢？老夫不知全部真相，但此事与陛下脱不了干系。那夜莺兵过境鬼气冲天，确非虚言。大人既知我们姐妹是旧之相，为何当初却批双凤侍龙？太子妃以为，若当年的批次双凤救龙，陛下会如何？若父皇知道我们姐妹能够救龙，以他的掌控欲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我们姐妹全部控制在自己身边。天命不可违，若非兵行险捉，你们姐妹焉能各自归位？你为阳凤，与太子结合，能够镇住他体内躁动的鬼气，避免其心性彻底堕入鬼道。凤二小姐身负九阴绝脉，是孕育纯血鬼胎的唯一容器。她与鬼太子结合，不仅能够诞下鬼域皇族继承人，也能以自身鬼屯体暴虐之心。原来所谓救龙，救的从来不是玉座上的那个人，而是阴阳两界的平衡。陛下要我在先皇后祭典上制造神迹，这一局怎么破？日月更迭，星辰运转，四时有序，万物生长，这便是天地间最大的神迹。大人的意思是，陛下要神迹，便给他天道之际。不过月曰：候鸟迁徙，以天道应人事，借星象遇慈恩。即便陛下心有疑虑，也无从指摘。这便是阳谋对阳谋。云昭明白了，谢监正指点。监正怎么说？陛下这场祭典，一为试探底牌，二为构陷东宫，三为引蛇出洞。所以这个神迹，我们不仅要做，还必须让任何人都挑不出错。监正只给了4个字：候鸟迁徙。姐姐找到了，每逢深秋，北境赤羽雁会成群南迁，过境之时，霞光漫天。百鸟朝凤，百鸟朝凤，就用百鸟朝凤回敬陛下所谓的神迹。此事分内外两线，我主外以筹备祭典为名，查古籍、调人手、取物资，让陛下亲眼看见我在认真办这场祭典。我主内替先皇后写祭文，天象为景，祭文为心，这场神迹才真正能让人信服。太子妃，老奴陪您走一趟。内务府那些人最会拜高踩低，太子殿下又不在宫里，免得他们冲撞了您。不必，本宫既然已经是太子妃，也该亲自跟这些人打个照面。奴才给太子妃请安，不知娘娘驾临，有失远迎。总管不必多礼，本宫奉陛下口谕，督办先皇后明旦祭典，今日来直取所需物资。娘娘，这些东西恐怕有些难办。为何？东海龙涎香、天山雪蚕丝都是贡品，依照旧例需陛下朱批。此时沉水木倒是还有，可已经被贵妃娘娘预定了。王总管果然恪尽职守，事事依循旧例。见此令牌，如太子亲临。王总管，你这是准备拿贵妃压太子吗？奴才该死，奴才立刻去办。太子妃所需之物，就算把库房翻个底朝天，奴才也一定备齐。本宫要的不只是东西。祭典事务繁杂，东宫人手不足，内务府10人，上仪渠10人，借调入东宫听用。所有名单由本宫亲自挑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取各司名册。姐姐，你这次虽在内务府立了威，可主动往东宫招人，岂不是引狼入室？正好给各方安插眼线的机会。东宫如今针插不进，水泼不进，看似安全，却也让我们成了聋子和瞎子。这些人进了东宫之后，究竟是别人的眼线，还是我们的棋子，就由不得他们自己了。宫中诸事渐顺，勿念。今日天寒，偶感夜凉，忆少时楚家哥哥所制鹿肉，滋味甚暖，驱寒最佳。楚灵今御厨所制，终不及当年万一，徒惹相思耳。信送到母亲手里，她自然知道我要什么。从今日起，你们只负责祭典杂物。日落之前必须离开东宫，不得留宿，更不得擅入非自己当值之处。是。你，奴才在。沉水木石棺祭典需专人看管，瞧你还算机灵，就留下负责祭典物资。奴才遵命。回太子妃，人还活着，只是昏过去了。本宫第一日便说过，东宫之内各司其职，非自己当值之处，不得擅离半步。
看来有人没听进去。德全，奴才在。泼醒他。太子妃饶命！奴婢只是迷了路，绝非有意冒犯。迷路，从外围当直处一路迷到月影台，张嘴30，打断一条腿扔回去，告诉王总管，东宫不要不守规矩的奴才。太子妃饶命！都看清楚了。看清楚了，不敢再违逆东宫规矩。很好，都散了吧。我回来了。长进不小，都会分析兵力布防了。事情处理得如何？罗刹王那头蠢牛差点被周旋锦气得魂体溃散，最后如何？3座城池归本太子。罗刹王司库中唯一一株千年血莲被周旋锦敲走了。雪渊呢？放了，在镇魂塔里受了7日9幽雷火，魂体根基已损，没有100年休想恢复。罗刹族暂时翻不起什么浪。周旋季没和你一起回来？几日不见，一开口就问别的男人。我只是随口。不许提他。几日没见，有没有想我？都是夫妻了，还这般害羞。喊一声夫君好吗？我的夫君。再说一遍。夫君。时辰、方位都对上了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德全，殿下息怒。孤的东宫什么时候成了菜市？这些人是谁放进来的？回殿下，是太子妃的意思，为筹办先皇后祭典，陛下可许从因误举借调的人手。太子妃，孤让他看好东宫，他就是这么替孤看。殿下回来了，臣妾自作主张，还望殿下恕罪。都给孤滚出去！杵在那里做什么？还不走？孤给你令牌，是让你替孤看好东宫，不是让你引狼入室。你究竟想做什么？东宫是殿下的，也是我的家，我自然也不希望这里有不该有人。所以你就把狼群全招进来了。是，17年前，先皇后死在宫中，鬼域的线索只能查到当年入宫的鬼王。可阳间呢？真正经历过旧事的宫人，他们记忆里的只言片语，才是另一把钥匙。可父皇早已抹去痕迹，我们自己去找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所以我故意让东宫破例招人，各方势力想探东宫，自然会把最可信的人送进来。与其我们去找，不如让线索自己送上门。名单留下，出去。孤想一个人静静。姐姐，你吓死我了！他不会把我怎么样，目的已经达到，这些眼线也没必要继续留了，明日全部遣走。她是谁？丞相府大小姐凤云昭。殿下既来了，不如下场比试。你找死！不会，我的枪很准。皇兄息怒。凤云昭，孤记住你了。殿下这曲子太冷，听得人发闷。那你觉得孤该弹什么？殿下眉目如画，瞧着也温柔，该弹些春风拂柳的曲子。昭儿，给你的生辰礼，愿你如千里马，驰骋天下。
父皇，三弟勇勇，不如让他去边关历练。凤大小姐，请回。三皇子此行不宜分心。双凤噬龙，凤家姐妹会危及朕的江山。天机如此，既然是祸患，杀了便是。陛下三思，预言之力在书不在读，况且这条龙未必直指陛下。不如将凤家姐妹赐婚太子，以噬龙之命制衡太子。准。儿臣参见父皇。今儿，朕本想赐死凤家姐妹，又怕逆天而行，伤及国祚。父皇为国忧心，儿臣愿替父皇分忧。不如将凤家姐妹赐予儿臣。好，不愧是太子，那便依你。夜离的命格，我早就知道。让苍冥入局，也是想让你安心。凤云昭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还真以为能把太子牢牢拿捏在手里。成儿为了他伤透了心，如今也算是讨回几分了。年轻人火气大些也属寻常。太子妃出入东宫，行事过于张扬，选日管束一二，理所应当。吵吧，闹吧，你们越是离心，朕才越安心。太子妃，您还好吗？放心，这点风浪还翻不了东宫的船，一切按计划行事。德全，奴才在。太子妃呢？回殿下，太子妃天未亮便去了祭典现场，说要检查所有布置。殿下，老奴还有一事。说，陛下对此次祭典似乎格外上心，甚至亲自下了口谕，要求祭典之上必须出现神迹。神迹？臣妾参见殿下。太子妃还没回来。回殿下，太子妃一直在侧妃娘娘那里，说是还要继续完善祭文。不是太监。殿下，他是太子妃从内务谷借来的人，负责看管祭典物资，名叫小渊子。奴才小渊子叩见太子殿下。这么晚了，有何要事？回殿下，祭典物品出了点岔子，需请太子妃示下。殿下，何事如此惊慌？太子妃，香出问题了。殿下，臣妾去就回。需要姑帮忙吗？小事而已，不敢劳烦殿下。既是小事，爱妃早去早回。太子妃，请看，属下方才查验发现，安魂香里被人混了东西。这是引。此物本身无毒，对人也无害，但若与安魂香气一起燃烧，会扰乱飞鸟，令他们迷失方向，狂躁不安。安魂香之事，除了我、叶离与监尊大人，便只有你和手下几名心腹知道。消息怎么泄露的？此事蹊跷，但对方未必知道全盘计划，也可能只是从筹备痕迹里猜到关键在香。离祭典只剩3日，这些香先别动。太子妃是想装作什么都没发现，祭典当天再全部换掉。属下遵命。殿下不好奇？臣妾为何如此在意祭台上的香？姑在等你的解释。陛下给臣妾出的难题，殿下应该已经知道。臣妾准备借候鸟南迁，在祭典之上营造百鸟朝凤，
其中需要特制安魂香为引，但今晚发现香被人动了手脚。那个小太监，你为何不让姑帮你？信不过姑？这等小事若都处理不了，岂不显得臣妾太无用？你帮姑查母后旧案，姑承你的情。礼尚往来，姑替你把动香的那只老鼠揪出来，如何？那臣妾先谢过殿下。你我夫妻奔波一日，也该歇歇了。李嬷和小路子，姑已经审过了，他们确实知道些东西。